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13讲，党卫军奉旨干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宪法层面上它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它的职能跟其他国家的军队是一样的抵御外敌入侵，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简而言之，枪口应该是对外的。但中国的军队呢，它实质上是听党指挥的。虽然这4个字没有写在宪法内也就是说它实质上是党卫军，它是要守卫、维护、保证中国共产党这一个党的统治地位的。那当有人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的时候，即便是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也不行也要被军队去镇压。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在8964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当时的党卫军奉旨去杀平民，奉的是谁的旨呢？是邓小平的旨意。那么这个并不是一个第一次之前也有过。那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文革时候发生的事情了。当时的党卫军也是奉旨去干预这个国家的政治，是谁下的指令呢？毛泽东。那我们这就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有太多的说法，对吧？为了除去政敌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利还有人说他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某一种这个乌托邦的一个形态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很多人包括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书中都提到一个所谓的大乱大治。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么他是呼吁群众团结起来，是不是由基层向上去夺权，那么扫除所有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走资派。谁是这个当权派呢？他们要从谁手里夺权呢？从毛泽东自己以下的官僚阶层去夺权。他最早是煽动学生组成红卫兵什么的起来，后来发现力量不够又煽动工人，上一期我们讲的对吧？夺权。那么现在他又让把军队也牵扯其中，到底为什么？那这就有了4个字，很多人都在说叫大乱大治。就是说毛泽东希望以一种天下大乱的状态，把一切的这些陈规和这些组织架构包括思想上的这种禁锢全打碎。在此基础上，他希望能实现他心中的那个大治。但是我对这种角度我嗤之以鼻，我认为是不对的。毛泽东心中的大治是什么？根本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他没有实现，对吧？他在平时的表述中他也没有说清楚。我今天就想把毛泽东这个人的本质先给大家点清楚，那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他后面要把军队也牵扯进入文化大革命之中。首先现在对于毛泽东的各种的揣测他究竟要干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一些文献之中他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对吧？或者他身边的人对于毛泽东的一些回忆录，那么把这些东西拼凑在一起，大家说毛泽东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大乱大治。但是我们假想一下一个那种穷凶恶极的恶贯满盈的这么一个反人类的罪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犯，他平时不管跟身边的人说，哪怕枕边人，还是说这种开大会的公开去说，他会把他心里最真实的话说出来吗？不会的。他不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玩一个权力的游戏，我就是为了把中国搞乱，在这个里面这种腥风血雨过瘾，可以满足自己是一个权力狂我这个嗜血的本性，他能这么说吗？他不能。
或者他能不能说，我把持着权力，把你们每个人驯服的都像狗一样。这个每一个人可不只是指中国人，还包括他往下的中共内的所有这些高层从周恩来到刘少奇到邓小平到军队的林彪等等，所有的人都把你们训练的像狗一样，你们都不敢违抗我。这样在这中间他体会到的快感，那当然也包括他能维持他的这个性欲。这些话他能说吗？他能对他身边的人说吗？他能开大会就这么说吗？我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恶魔，我心理变态，我就要做这些事情。他不能说，所以他一定要美化他的行为。什么大乱，我是为了大治，都是为了美化这个行为。我给大家念一段他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的讲话。这是公开说的但是从这个话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本质上是一个胡作非为的人。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儿，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具有害的。当然了，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地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了，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这就是毛泽东在1954年谈及宪法时候说的话。所以他心中的，有人说他搞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大乱大治，他心中的大治是什么？他对这个国家的设想是什么？他有没有把真正的中国人放在心里？显而易见的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研究文革的这些知识分子抛出来的观点，说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局面失控了等等，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从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残忍、嗜杀、有极高性欲的这么一个虐待狂，一个杀人恶魔，一个反人类的罪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胡作非为的人，那到了晚年，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从胡作非为上升到了丧心病狂。那当然了，他对外讲话的时候，他不会这么讲，他不会把他最心底的这些丑陋全讲出来。所以，如果你只拿毛泽东的讲话，包括他对身边人说的话的这种回忆录拿起来拼凑说去揣测毛泽东的初心有多么好，我觉得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错。所以他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够是他的心血来潮的在这里玩权力的游戏？当然他也知道有风险，他有可能被人推翻所以他也要留各种各样的后手。他在每一天这种甚至
惊心胆战的这种生活中，他有可能体会到极其浓烈的一种快感，一种刺激。那好，谁是他的后手？他煽动学生，煽动工人，煽动群众，建立他个人的这种崇拜，偶像崇拜，然后把这个国家的这些公检法全都打烂，把基层的这些领导这些权力全都打烂。如果失控了怎么办？军队就是他的后手，党卫军在关键的时候会听从他的旨意出来去干预这个国家的政治。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做的。回到1967年，我们上一讲讲了上海全中国第一个夺权成功的王洪文他们一堆造反派，对吧？把这个上海市政府给颠覆了，占领了。这个被称为一月风暴。那毛泽东盛赞这个一月风暴。那么继续往下呢，问题是这个风暴造成了巨大的代价，就是数十万的工人他罢工那么到这个抗争之中，所以呢经济的就停滞了遭到了摧毁。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样才能恢复秩序呢？因为你社会秩序乱了按理说恢复社会秩序不应该是靠军队，对吧？军队应该是枪口对外的，那你这个对内的应该是公安体系。但是毛泽东并不信任公安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是罗瑞卿很多年建立起来的。那罗瑞卿1959年是成为总参谋长，之前呢他是担任过10年的公安部长。所以毛泽东一心就想摧毁这个公安单位包括检察单位还有法院。所以怎么办呢？第一步要干的事情就是羞辱，公开羞辱罗瑞卿。几个月之前，这个罗瑞卿不甘羞辱自杀，但是未遂，腿摔坏了无法行走，所以现在他就被人装在篮子里送到了工人体育场。1967年1月4日和5日，一连2天，红卫兵代表一个接一个上台表达他们的憎恶，然后这个羞辱罗瑞卿那么之前的这些公安人员还有旧的这些秩序这些关系，就等于因为罗瑞卿，所以他们就都有了污点。于是呢，国务院就不依靠这个公安系统来负担部分较为紧急的执法任务了。那怎么办呢？向军队求助。那么各地银行当时在某些状况下都要被迫汇款给这些风起云涌的群众组织，因此承担了巨大的压力。1月11号那天，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始出现在银行的营业大厅里。第二天，他们也奉命接下了全国各广播电台、监狱、码头、粮仓以及重要桥梁的这些公安工作。军队接手了。1月21日，文化革命小组又收到了类似的求援信息在安徽省，大约有20万名造反派，那么说即将在群众集会中去批斗这个省党委会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那这些人的这个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是不会成功的。那么几个月前呢，在1966年的9月5号那天呢，那个时候军队收到了明确指示，是不允许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打算用军队，那是他的后手，对吧？他要看看局势他在玩这个游戏。那么现在你又要把这个军队调动起来了，所以我们说党卫军奉旨干政。这个旨，圣旨怎么来的呢？毛泽东写了一张便签给林彪，便签上说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认为在这个文革早期军队被要求不得介入
但这种中立的态度是假的，装的。这是毛泽东认为的啊，林彪当然也同意啊，臣附议。2天后，1月23日，军方就接获了命令，凡是无产阶级左派求援时，都要派出军队支援啊，党卫军开始干政了。但这个里面呢，因为军队之前有一些包括彭德怀啊、贺龙啊也都被整啊，军队是有意见的，所以这里边在这个点上，包括徐向前啊、叶剑英在内的很多将领就联合起来要求，首先啊，你得先恢复我军中的秩序。那林彪呢，也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军中的这种权力基础啊，所以就默许了啊这几位将领的要求。于是呢，他们就呈交了一份文件给毛泽东。这个文件就等于实质上就保护了军方免受这个造反派的攻击啊，因为这里边赋予了军队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呢？就是军方对证实为反革命分子及反革命组织者可以采取果断措施的权利。那么毛泽东当时让军队入场的时候，是因为局势已经超出他的想象啊，因为红卫兵这些学生、造反派啊这些工人群众都没有能够成功的把这个党内的各阶层的所谓的走资派，也就是占有权力、拿着权力的当权派，没有让他们能够成功下台，力量不够。那么军队现在是唯一能够有实力去贯彻这个革命、控制局面的力量。但是毛泽东允许让军队决定谁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之后呢，一连串的灾难就由此展开了。我们说上海的情况，造反派的工人袭击上海广播电视台后，不到1周，军队就接管了局面。当然，军队不受欢迎啊，但是呢，造反派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些群众也做不了什么对于军队。接下来就出现了更多的限制。1月22日，所有的公园都遭革命政力关闭啊，因为他们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联系地点。电影院歇业，博物馆关门。当时已改名为东方红的上海大世界游乐中心也大门深锁。那么民众呢，依然可以在南京路上走动。但是1月24日那天，出现了超过12辆载着士兵的卡车，在这个南京路上啊。那么车上的士兵一边反复呼喊着口号，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3天后，大量的传单就空投下来。传单的内容说，人民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工具，真正的革命分子都应该支持解放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后来的四人帮之一啊，张春桥啊，他在上海。那北京那边的文化革命小组啊，就是江青他们全力支持张春桥。那么张春桥的人生的重大日子啊，在这个1967年2月5日，当天呢，在上海的人民广场举办了一场大型集会，庆祝一个什么东西的成立呢？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当然是仿照巴黎人民公社取的啊。那么巴黎人民公社啊，是1871年法国对德国战败后啊，曾经短暂统治过首都巴黎的一个革命政府。这个公社呢，在社会主义的想象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呢，被马克思誉为参与式民主的典范。毛泽东本身呢，也极度赞赏巴黎人民公社。那么回到上海啊，那天说天气特别的好啊，万里无云啊，有数千面的大红色、黄色和绿色的这个横幅被高高举起，有这个迫击炮啊，以及散射筒向上发射这个三角旗的这种气球。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建筑的楼顶啊，也都是有这个全副武装的部队在驻守啊。就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
张春桥说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站在我们这边他旁边站的就是姚文元也是后来的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当时喜出望外，但是呢，他们只是这个造反派的其中一派，就是姚文元这一派还有很多其他的造反派。那么张春桥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得到的这个权利跟别人分享。那么毛泽东也是这么想的，毛泽东也不愿意把这个整个上海委任给这个张春桥来管，所以北京方面并没有向上海人民公社发来贺电，没有几周之后，毛泽东说话了，他说：“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其实毛泽东是真的关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吗？他当然是为了中国共产党里的那个核心，也就是他自己的权利。那么毛泽东说了这话之后2月25日凌晨，也就是过了20天那么上海人民公社就悄悄地将名字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洁工彻夜的忙碌，到了早上，公社二字在上海就已经彻底消失了。从此革命委员会这5个字就成了全国的新的潮流并且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在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就是新的这种地方上的政府换了一个名字那么革命委员会呢，其实是结合了这些造反派的代表以及党的一些核心干部，还有军方的官员搞在一起的。但是呢，实际上他真正的能够说话算话的权利呢，都是由军方来一手掌控的。你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很多地方是一种军政府的状态。那么军队在很多地方都意图要强行的掌控这个秩序，秩序已经失序了因为呢，军队中的这些将领大多数对于这些造反派是没有好感的。因为呢，这些造反派之前造谁的反呢？政府的反，对吧？他们指责这些政府的官员去斗这些官员因为当然这些政府的官员很多和军方的人都是朋友或者同事，原来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些老革命所以呢，军队的很多官员他们就认为造反派的这些组织这些人阶级背景都很可疑，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这中间有很多呢是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操控在利用文化大革命当借口来攻击党，来宣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愤恨。那这个里面因为互相之间并不团结嘛，有好几个省就开始发生了暴力冲突。新疆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那么在新疆的一个主要的交通枢纽石河子市，军方和旧势力他们就联手攻击造反派组织想把他们铲除，说他们是国民党及坏分子的余孽。那么到了1月底，有数十人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身亡。那么还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全国。那么最严重的发生在青海。那么就是说，在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这个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之后，那么军方的代理司令员于2月23日派出了军队，镇压了一个掌控了一家大报社的这么一个组织，给镇压了。军队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攻入了这个报社在这个过程中有100多人被杀，还包括一个在受伤父亲身边哭泣的7岁女孩，
遗体就这么草草的掩埋在一个乱坟岗。这个代理司令员呢就发电报啊，向这个北京的叶剑英报告。那么叶剑英就还称赞了他。那么林彪和毛泽东当时要保护军方啊，所以就没有插手这个事儿。说接下来1周内呢，又有数万人被捕，许多人啊都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受审，发配到劳改营。就这场镇压呀，比民国时期或者这个军阀呀，或者外国势力啊，那个时候犯下的任何的杀戮行为都要残暴。发生在青海的这个，那么其他的省份也是这样，很多的造反派这时候都被这个军队指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暴力镇压。湖北啊、广东啊、四川啊、内蒙古啊。那么徐向前和叶剑英，那么他们在这个中间啊，看到了一个契机，什么呢？就是巩固自身的势力，然后与这个文化革命小组去对抗。但是啊，这里边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我们说啊，1月底的时候，毛泽东对于总部设在钓鱼台国民馆的文化革命小组啊不满了，起了内讧了啊。比如说这个小组内的康生和陈伯达互相无法忍受，江青呢行事风格就是专横跋扈。那么好，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说你们这个小组啊私下处理这些问题，不向我报告。比如说包括这个张春桥之前在上海成立这个上海人民公社这些事儿，对吧？那么2月10日召开的一场会议上，毛泽东发火了，他就说这个文化革命小组说他们缺乏政治历练，傲慢，骂陈伯达是投机分子，说你过去就利用我和刘少奇的不和来捞好处。然后他也骂江青啊，说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啊。说这个会议的场面非常的难看。毛泽东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一些挑战。那军方这边呢，得知了毛泽东发脾气之后啊，他们就意识到说这是一个扭转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机会。所以叶剑英就在第2天的中央领导阶层会议上就言辞的抨击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然后徐向前也拍着桌子啊，说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造反派领袖，就这个之前我们讲过的蒯达富啊，徐向前就说，你们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要蒯达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让我们在这儿看到啊，共产党就是一群懦弱又愚蠢的人，就是一群生活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的这么一群狗腿子，永远没有人敢去推翻毛泽东，互相之间的咬啊，看着毛泽东的脸色，他往哪边转啊，这边的人就去咬那边的人啊，互相的去咬，就是这么一群人。那这里边最激烈的批评来自脾气暴躁的这个外交部长陈毅啊，之前的这个上海市长。那好，两派人马在吵的时候啊，周恩来极少发言，他要确保自己啊不会有所被牵连。那这一次军方的发难呢，是对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集体攻击啊，也是一个转折点。实际上呢，有一点点攸关这个毛泽东的一个命运啊，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像军方这样势力强大的群体啊，对毛泽东亲自发起的运动去攻击的。那么假设如果这些将领可以更勇敢一些啊，更敢挑战毛泽东一些，如果他们赢了，那么这些刘少奇啊、邓小平啊，可能很快就复出了
啊。那么一起他们就会对之前的这些屈辱进行报复，那么毛泽东的声望就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被完全的消灭掉了。所以毛泽东也要谨慎的考虑自己的处境，这个游戏玩的有点大。所以毛泽东在想，他需要取得2个人的支持，才能够智取这些军方的反对势力，控制住军队。谁呢？第一个林彪啊，林彪很轻易就被拉拢啊，站在毛泽东这边。那么毛泽东向林彪转述了陈毅关于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评语啊，这些话直接打击到林彪身为接班人的地位，并且指出啊，林彪你在军队中还没有得到这些广泛的这种权力的支持。毛泽东还向林彪的妻子叶群招手，并且把他也邀请加入了文化革命小组啊，给他老婆也有权利，借此巩固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更重要的人，更关键的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其实在这个点上是可以去拉拢那些将官啊，然后去平衡这个权力的，但是呢，他发誓啊，永远不跟毛泽东为敌。所以周恩来没有插手和约束那场会议，他就让那个争吵啊持续的进行。但是呢，他非常的高明，就是他也没有表现出对任何一方有支持的这种迹象，就吊着。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下令文化革命小组停止发布任何批评周恩来的文件。好，这么一来，又把周恩来给笼络过来了。所以得到了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之后，毛泽东就有底气了。在2月19日一早，他就和党领导们开会了，发怒啊，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怎么样演的啊。他以非常激动的言辞胁迫那些将领屈从，他不停的责骂他们啊，说你们就不是冲着文化革命小组，你就是冲着我和林彪来的。但是当时林彪并没有出席这个会议啊，所以他就跟林彪的妻子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然后毛泽东发誓啊，要与任何打击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对抗。说情况呢相当令人不安，非常像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些夸张的威慑啊再度重演。就是毛泽东说啊，我要下野了啊，我要回到山里去打游击战啊，重新搞内战，撕裂这个国家啊，挺像特朗普干的事情哈。毛泽东当时在这个会议上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所以在场的人就都被他的这个淫威摄住了。那接下来就对陈毅啊、徐向前啊这些人就进行了批斗大会。这个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地点就设在中南海里啊。当时他们开会攻击文化革命小组的那个房间，最搞笑的是这个房间也是他们多年前获得这个军阶的地方。好了，那么现在所有反对势力都瓦解了，在党内呼风唤雨多年、权势极大的政治局常委会宣告瘫痪。现在掌控局面的是文化革命小组啊，也就是毛泽东。真正的集权，真正的大权在握，真正的可以无法无天了。他可以延续他青年时候的梦想，胡作非为，而且是晚年的状态啊！大家记得毛泽东啊，丧心病狂的胡作非为。那么现在的周恩来也表示啊，会顺从于毛泽东的夫人，就是江青。周恩来说：“以后你们做决定啊，并且非常低声下气地说：‘我给你们办事儿。’
像一条狗一样转来。3月8日，叶剑英呢，当时邀请了我们刚才说的，在青海军方镇压了那个造反派的那个手段非常残酷的那个代理司令员，把他招到北京来。然后呢，他们等于就去盛大的款待这个司令员啊，说你是镇压反革命叛乱的典范啊，一连3天。然后这个司令员也特别得意啊，向军方去传授自己的这个平乱方法啊等等。但这个时候啊，毛泽东出手干预了。干预完之后，叶剑英和徐向前被迫写下自我批判，承诺他们承认他们处理青海造反派的方法是重大错误，然后来北京来获得这个赞赏的来邀功的这个带领司令员和他的这些伙伴直接全都进监狱。然后青海的造反派死的那些人被奉为烈士。3月19日现在军方的这个军事委员会就完全由林彪掌控了啊。他们要求军队行使控制权，接管政府单位的运作，开始干政啊，完全的干政，下至学校、工厂，上至各大行政机关机构，比如国家部啊，整个这个省啊。那么好，随后的数个月，大约280万名士兵啊，离开驻扎的营区，分派到全国各地，紧盯着党和国家的这些机关机构。几天之后，康生说明了这个军事控制的意义。他就说，军事控制就是专政，你什么得都听我的，你得发出公开通知，声明你听我的，就是专政。在正定县，36名士兵背着背包行军进入这个学校，然后开始学生就坐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当时之前是去串联了嘛，互相交流这个周游全国的经历啊。那么这一切的秩序都由这个军官来把守，等于就是完全的军事化管理了。军号声在日出前唤醒学生，然后带到操场上做操啊，然后来研读毛泽东思想。好，到现在这个点上，我们看到感觉全国当时混乱的这个失序的状态结束了，由军队好像把这个秩序又恢复了，虽然变成了一个军政府一样的，对吧？眼看呢你这个革命就结束了嘛，但是这学生回到学校，对吧？接受这个军事化的军纪管教，工人回到工作岗位那么这个革命干部以及呢这些群众组织，这个也都这个派系之争也基本好像结束了。当时北京的公车上那些大字报和标语都拆下来了，这些商店的窗户也擦得干干净净那个时候是春天很多情侣都手牵手上街了很多人在这民众开始放松的晒太阳了，打羽毛球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1967年的时候，大家肯定觉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也就闹了半年多，感觉结束了，对吧？谁也不会想到后边还有8、9年等着他们呢。所以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暂停。那么即使当时张春桥所在的上海，你让这些学生在这种半年之后混乱马上就回到课堂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学校的很多建筑都遭到了破坏。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门窗户桌椅黑板这些都破坏。那怎么样才能恢复秩序呢？很多的这些学生已经混社会混自己的这些都有帮派了都形成黑社会化了，到处晃悠破坏公物，然后
偷这个电灯泡、电话机，偷这个脚踏车，啊，偷各种各样的东西，抽烟、赌博、打人，而且是可以收钱打人。和1967年3月的行情是打一个人10块钱。然后当时的老师之间呀，也弥漫着这种恐惧的情绪，还是很害怕学生的啊，有很多这种叛逆的学生还会去朝这些老师吐口水啊，扔粪便。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短暂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暂停，这个短暂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在毛泽东心里，他也不想让这个革命平息。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又要说很多人说的毛泽东这个大乱大治的这个构想，他并没有那个大治的构想，究竟是什么？天下大治是什么样子？他没有，他只是这么说，很假的在这里说，他只希望大乱，在大乱中去集权，在大乱中非常方便的去报复自己的政敌，在这个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性欲，满足自己的这种嗜杀的欲望。他还在这里玩，还在这里啊，无所不用其极的变本加厉的在这里丧心病狂的胡作非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本质，这就是在这个点上他要继续的搞事情啊！你现在不是稍微平息一点了吗？好，到了4月，毛泽东又把这个权力的平衡又从这个军方又转向造反派了。首先，他用了一道新的指令，限制了军队将人民指为反革命分子的这种任意逮捕的权利啊！之前是他给的，现在他又收回来。那么好，先前的因为攻击了军区司令部而被捕的这些受害者都必须平反啊，然后在青海已经实行了啊。那么现在文化革命小组想要把其他造反派从军方手中解救出来。那么四川的人民解放军曾经在造反派于2月围攻成都的军队司令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逮捕了10万多人，好，现在有28000人都出狱了。人民日报啊，这个党的喉舌也开始了，开始赞扬革命小将，说他们一直以来走的路都是正确的路线，而且应该坚决对抗修正主义势力。好，最重要的一道命令来自林彪手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4月6日，中央军委明令禁止军队向造反派开枪，也不许军队解散群众组织，或者对攻击军队司令部的人进行报复。这些文件到处被人印制、传阅、张贴，几天内这个情势就扭转了。原先被军方解散的造反派的组织又重新起来了，本来被打成右派或坏分子的人又燃起了希望，学生又走上了街头，高喊造反无罪。然后一些学校的学生连夜就领到了这个臂章，隔天啊就又上街游行，其他造反派也都跟进，其中包含了工人和政府的公务员。好，然后就有传闻说有军队的指挥官公然的包庇走资派，并且与他们共谋成立独立王国。好，那么造反派再度成为了被需要的对象，许多人都欢欣鼓舞，又把毛泽东当成他们的救世主和最高指挥官来拥戴。这就是中国人互相之间的斗，为了这些资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拿到可以满足欲望的这个权利，哪怕是一点点的人上人的权利，那么靠谁呢？靠更上面的去跪拜那个最高的毛泽东来获取这个权利。各派都跪拜毛泽东，希望他能支持自己啊，哪怕他是一个变色龙一样的，今天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啊，被支持的人立刻就欢欣鼓舞，马上就有了斗志起来去欺负啊，甚至杀害别的人。那么禁止军方对造反派使用暴力的第2天，北京日报
开始抨击啊，从1966年8月就失势，一直被软禁在家的刘少奇。然后呢，4月10日，蒯大富，就清华大学的那个造反派的领袖啊，他按照江青和周恩来的详细指示，听着啊，是江青跟周恩来的详细指示，这个蒯大富在清华大学集结了30万人，然后要批斗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欺负这么一个女人啊，说她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臭老婆，然后还有一群女红卫兵啊，女人欺负女人啊，强迫王光美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那身衣服是她1936年啊去这个印尼访问的时候的打扮啊，然后呢还给她戴上一串由乒乓球弄的一个项链啊，取笑她当年的那个珍珠项链啊。好，在台上被人推来推去，走得跌跌撞撞，头发蓬乱不堪，底下的群众就陷入疯狂啊！好，然后宣传机器火力全开，不断的言辞指责刘少奇。接着往后呢，各地都爆发了反军队的暴动，造反派要求军方释放他们还在监狱中的同志，平反那些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人，以及呢为之前镇压群众组织一事道歉。那么自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学生、工人和政府雇员分裂成两派，又分成两派了。一派依赖军队，另一派反对军队。那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两派人马都宣称自己代表的才是真正的革命。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当时的天下是乌鸦一般黑的。那军方本身也有分歧，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在军队的最高层，林彪还有他的支持者与这个一些资深将领之间界限分明。那么毛泽东2月下旬这一轮打击之后啊，那么林彪当然了，他作为当时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啊、接班人，他是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的，目前占有优势。情况呢，看起来就像是一场革命中的一次政变。林彪的拥护者从军中的后续余波得到了好处，但是毛泽东啊，他也在处处提防着自己的这个副手啊。于是呢，他又开始玩这些平衡权力的伎俩。他在4月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和那些跟林彪不对付的那些资深将领开始跟他们和解了。毛泽东他就对这些老军人说说你们也应该成为被我团结的一环并且呢，毛泽东允诺他们可以出席5·1劳动节的阅兵仪式并且可以在天安门广场的司令台上现身。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从共产党到军方到政府，所有的这些高层的官员这些共产党员都是什么货色的人面对着毛泽东这么一个两面三刀的反复无常的言而无信的这么一个小人，当时已经造成几千万中国人之前饿死，又在文革中被斗死的这么一个反人类的罪犯，没有人去反击他，没有人去反抗他，反而是稍微施加一点恩德，拨给他们一点点权利，就兴高采烈的就又去当狗，又去当毛泽东的狗。所以在当时的各个省份那么就出现了不同的群众组织，拥护不同的军方单位。这就是毛泽东想要的大乱大治，就是你们一盘散沙，互相斗，但是都忠诚于我，我在中间就可以获取最大的利益。那么好了，这些派系之间的这些日常交锋，就把中国这些城市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战场。那么起初的时候，这个两边的这些人马的冲突呢，还没有直接涉及到军队但是很快就出现了直接攻击军队的情况。那么
比如说啊，随便说一个城市，他们两派之间斗的时候怎么斗呢？去挨家挨户的去怂恿这些民众把电线切断，而且在供水系统中下毒。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啊，就这么干。4月和5月，数百人在成都两派的激烈斗争中受伤，几万名造反派组成的队伍抬着浑身是血的尸体，都是在冲突中被杀死的。那么成都的这个战事呢，在当时比其他的地方呢要激烈，因为这座城市是军火工业重镇，就很多人都已经，部分的工人都手里都拿着手榴弹、自动步枪、迫击炮和火箭炮都有这些现代武器。那当然了，这些武器是哪里来的呢？军方半推半就，你来抢不抵抗拿走吧。有的时候甚至私底下送，发放武器、枪支、弹药，让中国陷入内战。双方人马在全国各地的都不肯退让，刺激他们的因素是对敌人的仇恨，同时还有一个信念，就是觉得敌对阵营并不是毛主席最忠实的追随者，自己才是。然而最重要的就是造反派与保皇派都是为了自己能在政治生存中能活下去而战，他们都在捍卫自己过去的选择。许多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都曾经被迫在极度令人困惑的情况下要迅速做出决定，局势当时不断的转变，他们的运势呢也会随着北京上边反复无常的政治情势而出现让人摸不着头绪的逆转。几乎每个地方的民众都朝向分裂的不同阵营靠拢，结果与自己的朋友、同事甚至家人相争。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自己被揭发，那么获胜的一方就会把他们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可能最好的结果是被逐出工作单位，失去所有的福利，被迫在社会边缘挣扎。那么最坏的结果就是被送到劳改营甚至丢掉生命。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每一个人，不管什么派系的不管军队的、政府的，还是什么造反派的、保皇派的、工人还是学生，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求生存而战。所以现在这种暴力冲突的循环当中，因为在这个循环里面，失败者的下场是难以想象的惨烈。那么包括不包括毛泽东呢？毛泽东是不是也在这个循环里呢？如果他失败了，他的下场也是非常惨烈的。没错，他也很害怕，他也在危机之中。但是相对来说，他是当时全中国最安全的人。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里边看出来，他一定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了一种极致的快乐和刺激，甚至可能比他在他的性欲之中获得的满足要强烈数万倍。这个就是毛泽东。我认为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目前的诸多说法都不准确，我觉得他就是乐在其中。他在玩，他在丧心病狂的玩，他从青年时期就一直坚持了他的那个理念，他在胡作非为，他就是要无法无天。好这一讲我们讲到这里呢，下一讲我们要讲后面更混乱的这些武斗的情况，因为大家都有武器了，都有军队的一些现代武器了。给大家推荐一个视频，最近呢，柴静做了一期对话柴静对话孙海英。孙海英呢，就是
他当时小的时候，他10岁的时候，等于他亲身经历了这个文革的时期，他也加入了造反派啊，然后他也经历了这些用现代武器武斗的这些场面。那么这个对话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么可以听一听亲历者孙海英讲述的当时的情况啊。那么当然了，这个节目还是也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因为柴静呢要把这些东西啊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给大家串一下，那他串的非常的粗糙，并且使用的那个有一些论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他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为了大乱之后能够大治，然后只是这个过程中啊，局面逐渐的失控了啊。我不认为毛泽东是为了大乱大治啊。今天这期节目主要也是为了批判这一个观点。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